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Space， 让我们谈钱聊钱，畅所欲言。当前的经济情况下，大家都觉得竞争激烈，机会稀缺，大家手上的筹码有限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来聊聊经济观察家傅鹏的一些观点，主要是关于咱们普通人现在环境下如何找到机会，怎样能够更轻松的赚钱。傅鹏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、经济评论人和投资策略专家，曾就职于东北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。他以其犀利的市场分析和接地气的表达风格，在金融界和媒体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。傅鹏一上来就提到，想要发现机会赚钱，首先需要了解赚钱机会的本质，这个本质就是信息差。这里傅鹏讲述了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期的经历，来阐明如何利用信息差来赚到第一桶金。当时处于互联网发展的早期，傅鹏通过英国汽车交易网 AutoTrader 发现，在英国南部收购便宜车，稍微准备一下，开到伦敦就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套利商机，但考虑到当时大多数的人习惯从报纸获得购车信息，而傅鹏则接触到了互联网，获得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触到的额外信息，这就是早期众多机会的来源。它的本质就是信息不对称，你知道的比别人多一点或者快一点，就能赚到钱。第二个部分，年轻人存在的误区。想必大家也察觉到了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信息越来越透明，这种简单的捡漏的机会窗口期特别短，尤其是中国人聪明勤劳又肯干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一下子就把这个洼地给填平了，所以老路子可能不太行。过去那种靠胆子大信息灵通就能抓到的风口机会确实是少了，过去那些被上一代奉为金科玉律的信条，如今也不再适用。傅鹏在这里列举了几个主要的误区：一、埋头苦干的迷思。埋头苦干，好好工作，听老板的话，努力就有收获，不鼓励抬头思考。这个从当年包分配年代所遗留下来的思维，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内卷的社会环境下，已经无法适用。即使我们愿意努力工作，在缺乏思考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只需要通过努力就能创造的财富机会。二、同质化的竞争思维。这种思维也是如今社会高度内卷化的原因之一。这是教育体系下所产生的思维，大家坐在同一个教室做同一份试卷，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卷赢了，考得比别人高就能获得成功。然而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与考试做题有着巨大的差别，往往很多时候再多的汗水无法获得更多的回报，而一个好的选择与规划却可以对人生轨迹产生重大的改变。三、缺乏商人思维。很多人只会埋头做事，通常对事物有着兴趣以及专业性，却不会思考如何将自己的能力转化为商业价值，这是现代社会中非常致命的短板。第三部分，信息时代下的机会与赚钱方法。那傅鹏他觉得现在的关键变化在哪儿？过去大家习惯的那套资产增值的玩法，规则是不是变了？没错，这个就是核心判断。他特别强调，过去20-30年，大家买房也好，投资也好，主要看的是资产端的回报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能不能涨价，房价涨不涨，股票翻几倍。但他认为未来比如说10到15年，这个重心要彻底反转了，要转向负债端的回报。那什么是负债端的回报呢？说白了就是看资产本身的盈利能力，就是看它的现金流怎么样，比如公司能不能稳定的分红，这个股票值不值得买完全取决于这个。或者说买房子，就算房价不涨，它能不能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。创业做生意也是同样的，你得先看当期现金流是不是健康的，而不是说烧钱去赌一个未来。理解这个宏观大方向的转变，对咱们判断当下的机会特别重要。如何发现机会呢？重点就是找到那些能够带来稳定现金流的东西，但这个听起来很容易，那要怎么去发现呢？
傅鹏恰恰提醒说，不能完全照搬老经验了，时代不一样。他特别强调了2点：第一，要深入理解商业的底层逻辑，就是说这个事到底是怎么赚钱的；第二，保持特别敏锐的观察力，而且这个观察不能光是从网上获得信息。他说要阅人无数，就是要多跟真人打交道，多跟内行的人去聊，了解真实的情况，而不是看人家包装出来的东西。他举了个例子，挺有意思的。他说，像台球厅、网吧，好多人觉得是不是过时了？但其实呢，这些行业没有消失，他们在悄悄的改变。现在台球厅可能加上了社交、餐饮，甚至搞点轻商务；网吧呢，可能变成了电竞馆，或者加入了咖啡、共享办公室的元素。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看到这些用户的需求和商业模式的变化，这个得靠细致的观察。第4部分，构建个人优势的核心框架。那要是看到了方向，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优势，不至于又陷入那种低水平的内卷呢？这就引出了傅鹏给的一个核心建议框架了，就是要建立一个兴趣、专业、商业思维的闭环。3环闭环理论。第1环，兴趣驱动，你得从你真正喜欢的、有兴趣的事情开始，因为热爱才能让你更加持久。第2环，专业深耕，光有兴趣不行，你得把它做深做精，专精到专业水平，这就是你得成为这个小领域的专家。第3环，商业变现，最关键的第3环来了，你得琢磨怎么把你的专业和兴趣变成一个能够持续赚钱的商业模式。这3个东西相结合，形成了一个闭环，才能真正构成你的护城河，让你不容易被别人所取代。兴趣驱动、专业扎根、商业变现，这3者缺一不可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竞争中拥有独特性，才有定价权。光有兴趣和专业，不懂商业逻辑，可能说只是个爱好者，但很难走得长远。总结与思考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关于如何在当前环境下寻找机会，主要基于傅鹏观点的探讨，那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总结一下就是，简单的信息差和红利确实变得越来越少了，硬碰硬的内卷可能效果也不大。更重要的是转变思维的方式，从看重资产涨不涨，转到关注它能不能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，也就是所谓的负债端收益。同时要有意识的去打造兴趣、专业、商业思维这个个人能力的闭环。这就意味着你要不断的看，不断的想，保持好奇心，还要多与他人交流，去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。感谢你可以听到这里，期待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 Peace。